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一轩阁牡丹专栏课堂。今天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画水仙石头。那么接下来这幅作品的尺寸呢是1米×500，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安排上3尺的或者是4尺3开的纸张，我们来做准备。现在毛笔打上水，我呢选择来蘸些墨色。今天呢，我们画的是束缚的，所以说呢，先把这个水仙给它画出。我今天呢，会采用双钩的方式来进行。好，朋友们，我们把颜料蘸好之后呢，就采用2笔勾一页。我们运笔的时候呀，要拿起笔呀，要轻松自如，不能说是有着太大的压力。现在呢，我们再来画一笔，让它两个呀有个前后的遮挡状态。零基础的朋友们呢，我就建议先以小幅的画，然后呢再循序渐进。我们用笔的时候呀，要轻盈。我呢2笔勾一页。现在呢，就来把它的枝叶的遮挡关系，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说，它们就需要穿插、交错、参差不齐。由于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看清笔触，所以说呢，这个镜头就离得稍近。那么我们呢，就来参考一下左下图，这个半成品，给它简易的勾出。好，朋友们，趁着这个勾叶的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水仙。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学会画水仙，首先呢，就要对物象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呀，我们不画。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图片来对物象进行一个观察。这个水仙呢，它的主要花冠就是花瓣为6瓣，副花瓣就如同杯形。所以说我们来表现花冠的时候呀，这跟我们画牡丹是一样的，就需要给它分个正面、侧面或者是半侧面等等。画叶片同样也是呀，我们就需要给它来个参差不齐给它穿插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呀，把它的意境表达出来即可。那么写意也分很多种，有大写意、小写意。那么大写意呢，它表达出来的物象就特别放松有一种这个释放的感觉。小写意呢，它对这个造型上呀，就稍微的有点严谨。所以说就是不管任由我们这个物象是可以夸张、可以变形，但是呢，它的生长规律是不可改变的，是不可逆的。好，同学们，这个时候可以发现，这个水仙花呀，它的叶片我们基本上处理好叶片呢，让它有高有低，然后呢，视角也不同，有往左，有往右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很好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画的仅仅是这个画水仙它的写意的一种。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呢，再来笔尖蘸点墨汁，然后呢，我们画出这个水仙的花瓣也是2笔来完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水仙花呀，它分5个花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用钉头、鼠尾的钩法来给它表现出来，也就是把它的基本特征给它做个表现。接着呢，再来勾上花蕊。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
把它的花骨朵来给它做个表现就如同我们画牡丹的时候呀，有盛开的花冠，还有呢小半开的，或者是说含苞待放的。那么我们把这一系列元素习惯性的加到作品中呢，它会有助于我们的作品呢比较有这种视觉感。好，我们接着呢把镜头拉近，再来增加一个度来看看如何又通过行笔来把这个水仙花的花头给它画出呢？所以说我们行笔的时候呀，要果断用笔呢要轻盈。这个线条呀，我们勾的呀不要太实要让这些线条呀可以出现些浓淡变化。好，朋友们，我们呢现在把花蕊呀给它点上去，接着呢，我们看看这整个水仙花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布局给它错开呢？我们上面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含苞待放的呢？对，我们画着的时候呀，如果说没有十足把握，那么我们就在下面呢拿笔在纸上轻轻的试一下，再来画也是可以的。接着呢，我再往下进行，还是通过勾线的方式呢，来把这个花的花苞给它画出。现在呢，我们呢就来把它的花骨朵给它画出，也就是这个花冠呢，它是6瓣白色的花瓣，花展开以后它里面显示一个黄色的碗状的副花冠里面呢还含有花蕊。那么我们通过写意的手法呢，也就是简单的来形式然后呢可以通过审美观让它呀错开，有开放的，还有收紧的。我呢在边上再来加一个侧面的叶子一会儿我们呢就通过勾染的方式把这几株水仙花勾一下。那么有些地方呢，我们根据情况看看需要添加的话，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给加进去。然后呢，我们就来给它添上几笔，看看是不是来个花骨朵，或者是说半开的，或是全开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看自己手上的作品哪里头需要添加来给它把这个画面感呢调整一下。就是说哪些地方太过于空旷了，或者是说哪个地方太平行了，我们呢就有待于我们添枝加叶给它去做个处理。好，朋友们呢这一块大致画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整体画面如果说哪个地方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呢再进行添加。那么现在呢，镜头拉近，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好这个水仙花头的钩法顿笔，然后呢向外画弧，行笔的时候呀要轻盈果断，不可拖泥带水。
好朋友们呢，我现在呀在笔头上加点珠标，然后顺便呢再带一点胭脂色。通过这么一遍的晕染呢，朋友们会发现这个我呢嫌珠标色太黄，胭脂色又太暗，所以说就这么一条，咱们呢先来把水仙的尖部呀给它染一下一笔下去向外拖。一会儿呢，我们再蘸上绿色呢，让对齐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好朋友们，我们呢把每个叶片的尖部呀都给它来染一下，不要下边染得太硬。我们可拿颜色呀，填进去向后拖，很自然的给它留出飞白或者是印记就可以，不用说是刻意的给它染得特别齐。我们这样染的话，同时呢也是为了让后者这个颜色呀和前边的基本上融合。好，朋友们，我们接着呢再往下看还是刚才的染色方式，我们再走一次，把这个枝枝叶叶呀给它干完。朋友们好，现在呢，我们再准备上三绿色，因为这个过滤的颜色呀，它画出的叶子呀，表现的颜色过于鲜亮就会显得俗媚。那么我们加点石绿色呢，加点三绿，它就可以把它的稳定性给它来做个改变。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呀，我们在里面呢就会加上花青色，或者是说呢是三绿色来给它勾填完成。那么毛笔一蘸颜色，我们顺着原来的呀，照着这个路线给它刷下来。刷的时候也不要说太过于刻意，我们就很放松的来做这个动作。染的时候呀，要让绿色和我们之前染的这个尖部呀，给它穿插重叠起来，尽量避免上下呢颜色过硬一截绿色一点这个叶子尖处的颜色我们呢要更好的给它融合到一起去。这一点穿插染色、穿插这个构叶子，它们之间的作用起的都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在这国画里要加上水仙呢？朋友们都知道，咱们的国画呀重在意境，重在意。那么我们加上水仙之后呢，它就赋予这幅作品呢就有一个富贵神仙的意思。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往下走，来把这些叶片给它补充完整。看看哪些地方还欠缺的话，我们呢随笔就给它做了处理。
我们拿上笔，在这盘里现有的淡绿色，我们以衬的方式呢，在这个水仙花的周边呢，来给它扫上去啊。我们来把这个花让它衬的亮一点。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想衬呢，颜色一定说是不要加的太重。你看，我们就这么一扫，也不用说是太过于刻意啊，勾画的非常简单。一般情况下呀，我们行笔的时候呀，就可以利索一点，果断一点啊，就这样大概一勾一染，然后呢，就越发显得呀，这个水仙花的花头它越发的亮。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画到了这个互影互衬啊，所以说呢，淡颜色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以衬托、烘衬的方式来给它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呢，把它完成之后呢，下一步呀，就来一起来画这个作品上的石头这一块儿。我们把这个作品呢，分成3部分来完成了。第一步，先画出这个水仙花，然后呢，我们再来画这个石头，来画兽石。那么第3步呢，就是来画这个牡丹。好，下面呢，我们把镜头放远，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呢就在这个位置提前来画出一块石头，把它的造型大框架简单的来勾画一下。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呢，这时候就要把这个牡丹花的花冠的位置也来提前做个勾画，因为在我们创作作品中的时候呀，我们就需要给它来个简单的布局，大概主花冠在哪里，然后花头在哪里，我们需要画多大，看看这比例到位不到位。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行动，毛笔蘸上这个淡色的墨汁来通过勾皴的方式呢，把这个石头的基本造型提前给它勾画出来。行笔的时候呀，我们可以果断一点大概它的造型，然后呢，勾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可做细节处理。这个时候的墨色呀，尽量不要太重。同时呢，也把石头身上的纹理也来给它做个勾画。之后我们再给它进行皴擦哪个地方需要补充完整，或者是说没有到位，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给它做个调整。我们已经总结出画石头呢，第一步就是要定型，第2步呢就是勾擦，第3步呢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皴擦拿毛笔蘸上颜色，我们要不断的让这个笔触来回进行一些这个变化，有重有轻，有顿有错这样同步进行，来给它进行皴擦。我们之前在课上讲过，这个石头的寓意呢特别好，它不仅仅代表长寿的寓意呢，而且呢，石头加到里面呢也是一种精神。我们本身这个花鸟创作就离不开石，但是石头呢也决定着这幅作品的成败，所以说它们之间呢都是环环相扣的。好，毛笔蘸完墨汁之后呢，我们就要找对地方来给它进行皴擦，看看在哪个地方合适。那么肯定我们就决定把光源部分呢放在了左边。那么我们在右边的阴处来把这个纹理给它擦出。
这个时候，你要是感觉这个毛笔过干的话，我们呢是可以在毛笔上补一些水分就是笔尖颜色重，笔肚呢颜色则淡，把它的阴面给它擦出来。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在这个线儿的右边呢，光源在左，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线条的右边呢来进行皴擦。当然，石头的皴擦方式很多钉头皴、披麻皴各个画法。我们画的呢，现在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就是把它的物象跟它的立体把它的十分三面表达出来就即可。我们擦的时候也要注意把这个墨色都给它表现出来，浓淡、干湿、焦这些都可以，就尽量别让这个石头上产生一个死墨，就是显得比较硬全部都是很重的墨色让它也出现不了层次。我们呢这一点可以做到灵活运用，拿着毛笔蘸水蘸墨来把它的光感以及它的立体度就通过这种勾擦的方式来表现，把这个较为平面的石头给它勾出造型，打出它的立体度。我呢把它立到光源比较近的地方又拿毛笔去蘸了水，所以说这时候的墨色比较淡。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现在的空白处它的光就比较亮，而后面呢颜色就较重。所以说咱们就通过这种勾擦染的方式就给它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再来蘸点墨汁，或者是浓墨淡墨混用，来把这个台点一下。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点台来把这个石头的墨韵呢，以及它的哪里不足来进行一个修改。那么我们不管是画石还是画牡丹它们之间呢都是环环相扣的。